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小萌讲故事《嫦娥下凡记》续集。上回咱们说到，这宗子美跟那媳妇嫦娥过着跟那神仙似的快活日子，可谁想得到，有这么一宿，家里头来了几个蒙面大汉，把那嫦娥给抢走了。宗子美是眼睁睁地瞧着，却没辙，从此以后就跟那丢了魂似的，开始了他那漫长而又苦命的寻妻之路。这么一找啊，就是3、4年。这一天，他在京城里的一条小胡同里，居然瞧见了那多年不见的叮当。咱们上回书就说到这儿，宗子美跟那叮当一提起嫦娥，叮当就跟那说悄悄话似的，轻声说道：关于嫦娥的消息，他倒是听说过那么一点儿。宗子美一听这话，那精神头立马就来了，跟那打了鸡血似的。在哪儿？快告诉我！你甭急。叮当摇了摇头，他的行踪啊是飘忽不定，我也说不清楚。不过我知道西山那儿有个老尼姑，瞎了一只眼，听说本事大着呢。你去找他问问，没准儿能问出点什么来。宗子美一听这话，心里头的高兴劲儿就跟那开了锅似的，甭提多美了，那我明儿个就去。今儿个天晚了，你就在我这儿凑合一宿吧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叮当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去西山的路。宗子美是千恩万谢，急急忙忙就往西山赶去。到了西山，他按照叮当说的路找了老半天，终于在深山里头找到了一座破庙。那庙里头坐着个老尼姑，果真是瞎了一只眼，正低着头在那儿缝缝补补呢。师父。宗子美上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。老尼姑抬起头来，那只没瞎的眼往他身上一瞥，那语气跟那老神仙似的：你这小子是谁？跑这儿来做什么？宗子美赶紧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，恳求老尼姑帮忙打听嫦娥的下落。我一个老瞎子，整天在这深山老林里头念经，哪知道什么美人的消息？老尼姑摆了摆手，那语气里透着一股子不耐烦。师父，求求您了。宗子美是扑通一声跪下，就给他磕了个头，我这辈子非得找到我媳妇儿不可。老尼姑瞧着他这么痴心，琢磨了半天，才说：我呀，是真不知道。不过今儿个晚上有几个小尼姑要来瞧我，他们年纪轻，东跑西跑的，没准儿能知道点什么。你明儿个晚上再来吧。宗子美是千恩万谢，满心欢喜地走了。第二天晚上，他又来到这破庙，可老尼姑不在，门也给关上了。他只好在外头跟那望夫石似的，一个劲儿地等着。等到那月亮升到了天正中央的时候，忽然瞧见有几个女子从外头走了过来。那月光一照，他看清了其中一个的脸，我的老天爷，那不是他日思夜想的嫦娥吗？宗子美高兴的都快找不着北了，赶紧躲到那边，等他们走近了，跟那出膛的炮弹似的，一下子就冲了出去，一把就把嫦娥给抱住了。我可把你给找着了，我找你找的是好苦啊。嫦娥吓得是一哆嗦，那声音里带着点气，你这莽撞鬼，差点没把我给吓死。都怪叮当那丫头嘴碎，害得你追到这儿来了。宗子美拉着嫦娥的手，死活不松开。我不管你跟那些强盗跑哪儿去了，我只要你，我要你跟我回家。嫦娥瞧着他，那双眼睛里头是复杂的很，有怜惜，有不舍，还有点无奈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呀，不是被人抢走的，我是月宫里头的嫦娥仙子，因为犯了点小错，给贬到人间来了。如今我这期限到了，得回月宫里去了。宗子美一听这话，那脑袋嗡的一下，就跟给人当头一棒似的。你说什么胡话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嫦娥轻轻地摸着他的脸，那模样是又心疼又无奈。那些个所谓的强盗，其实是天上派来接我的人。咱们的缘分到这儿就算到头了。你把我给忘了，我会让叮当那丫头来陪你过日子。不成，我就要你。宗子美紧紧地抱住嫦娥，那声音都带着哭腔，我才不管你是什么神仙呢，我只知道你是我的媳妇儿。
嫦娥正想说什么，忽然瞧见远处有光影在晃动，他们来了，我得走了。说着，他就想挣脱宗子美的怀抱。不成，我不让你走。宗子美是死死地抱住他，跟那抱住救命稻草似的，死活不撒手。嫦娥一下子就不见了，跟那吹散的烟似的，没了。宗子美扑了个空，绝望地大叫一声，那声音能把天都给喊破了。他心想，这媳妇儿都没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奔头啊？这么一想，他把腰带一解，就要上吊。第6章，三人同归。宗子美那腰带刚挂到树枝上，脑袋还没套进去，就嗡的一下，就跟那给人抽了一棍子似的，魂儿都飘出来了。他迷迷糊糊的，也不知道自个儿身在何处，只觉得脚底下轻飘飘的，就跟那踩在云彩上似的。正晕晕乎乎呢，忽然听见有人冲他喊：“痴郎，痴郎，你瞧，我这儿不是在呢吗？”他睁眼一瞧，好吗？嫦娥正站在他面前，那脸上写满了焦急。他伸出手，一把抓住他，使劲儿地往下拽：“你这傻子，怎么真的寻死啊？”嫦娥，你没走？宗子美赶紧从树上跳了下来。你这个没脑子的笨蛋！嫦娥是又心疼又生气，为了个媳妇就要把自个儿的命给搭进去，值得吗？宗子美紧紧地抱住嫦娥，那眼泪跟那断了线的珠子似的，直往下掉。没有你，我活着还有什么奔头啊？嫦娥叹了口气，那语气里透着一股子埋怨，都怪叮当那坏丫头。瞧瞧他给你出的什么馊主意，差点没把你的小命给害了。叮当怎么了？他不是好心想帮我吗？宗子美一脸糊涂。甭想了，回家再说。嫦娥扶着他，先下山要紧。俩人在山脚下雇了辆车，急急忙忙地回到家里。家里的那些个下人瞧见夫人回来了，甭提多高兴了，都扑通扑通地跪下，磕头作揖。宗子美心里头惦记着叮当，本想马上去瞧瞧他，可嫦娥一把拉住他：“你甭去了，我知道你去了也找不着他。”这是为什么？他已经搬走了，而且……嫦娥神秘地笑了笑，那笑声里透着一股子高深莫测。你在家里等着，他自己会来的。宗子美正想问个明白，忽然听见外头有人咚咚咚地敲门。下人去开门，领进来一个人，定睛一瞧，嘿，可不就是那叮当吗？可这会儿的叮当跟前2天比起来，那可真是大变样了。他低着个头，一脸慌张的样儿，一进门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浑身上下跟那筛糠似的，抖个不停。嫦娥姐姐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多管您的闲事。叮当磕头磕得跟那鸡啄米似的，求求您饶了小妖吧。嫦娥冷冷地瞧着他，那眼神儿跟那冰碴子似的。你这小妖精，明明知道去西山会出事儿，还要把他给指到那儿去，你这不是明摆着想害死他吗？我只是想帮他找着您。叮当那声音跟那蚊子哼哼似的，越来越小。帮他？嫦娥气得一弹指头，叮当立刻哎呀一声，跟那给针扎了似的，捂着脑袋缩成一团。你分明是想害他，你心里头那点弯弯绕绕，我还不知道吗？宗子美瞧见叮当疼得厉害，心里头不忍，赶紧上前劝道：“娘子，甭生气了。叮当也是一番好心，再说我现在不是找着你了吗？”嫦娥白了他一眼，然后冲着叮当说：“既然你这宗哥哥替你求情，我就不收拾你了。不过你得给我干活，就算赎罪了。”“什么事？您尽管吩咐。”叮当赶紧说道，那语气是又乖又怂。“我月宫里头有个11姑要出嫁了，需要绣100个枕头，100双鞋子，你跟我一块儿去月宫帮忙去。”叮当一听这话，那脸刷的一下就白了。能不能让我自个儿在家里做好了给您送去？”“那可不成。”嫦娥摇了摇头，那语气是斩钉截铁，必须去月宫里头做。“怎么，你不愿意？”叮当偷偷地瞄了宗子美一眼，那眼神里头透着一股子不舍劲儿。“
宗子美瞧出来了，心里头一软，笑着说：“娘子，要不然就让他在咱家里头坐吧。”你这小子又替他说话。嫦娥白了他一眼，那样是又好气又好笑，接着又冲着叮当说道：“罢了，瞧在他的面子上，就让你在家里头坐。不过你可得抓紧时间，甭想偷懒。”“是，谢谢嫦娥姐姐。”叮当听了，那心里头就跟那放下了千斤重担似的，赶紧应道：“你先回头去收拾收拾，明儿个就搬过来住。”嫦娥说道：“这样啊，我也好就近盯着你干活。”叮当应了一声，就告辞走了。等叮当一走，宗子美就跟那猫抓似的，心里痒痒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娘子，那叮当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怎么就知道他会来？”嫦娥叹了口气，那语气是又无奈又有点得意：“实话跟你说吧，他呀，是西山里头的一只小狐狸精。打从一开始，他就相中你了，所以才想方设法的接近你。”宗子美一听，跟那给雷劈了似的，狐狸精？那他倒不是个坏种，就是心眼儿太多。嫦娥拉着他的手，笑着说：“不过你放心，他现在可不敢胡来了。最要紧的是咱们俩又在一块儿了。”宗子美紧紧地握着嫦娥的手，那心里头就跟那3伏天里喝了冰镇酸梅汤似的，甭提多舒坦了。他呀，也不管这嫦娥是仙子还是什么，也不管那叮当是狐狸精还是什么，只要一家人能和和气气的在一块儿，比什么都强。第二天，叮当果真搬来了，还带来了一大包针线布匹，瞧着那样，是真的要好好干活了。打从这天起，宗家儿就成了他们3个的家。瞧瞧，一个凡人小子，一个月宫里的仙子，还有一只精灵古怪的狐狸精，这3个人儿的命运就这么给缠在了一块儿。嫦娥回了凡间，叮当那丫头也给罚得老老实实的干活而赎罪。宗子美呢，算是的偿所愿，抱得美人归了。可这瞧着是个圆满的句号，后头会不会还藏着什么新的风波呢？好了，今天这故事就先说到这儿，下回书《嫦娥下凡记》咱们接着给您唠。